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。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、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。我们可信、专业、多角度的中国报道，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、决策参考。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，包括文字、视频、播客、书刊多种形式。同时，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。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。今天是2023年6月10日，在 The China Brief，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，以及独家专家分析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，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。蔡林终审上诉得直，蔡玉玲刚刚终审上诉的直，这可以做一些思考。现在大部分悲观者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已不抱希望，或者香港法治已死。但是不是这样呢？1997年前，财富杂志有一篇文章《The Death of Hong Kong》，1995年6月26日，香港已死，当时引起轰动，也引起很多争论。作为悲观一方，作者认为香港落入中国统治、中国的专制等等，即将死去，没有希望。但后来的演变完全相反，回归以后，香港经济继续上升，虽然自由被蚕食，但没有发生当时文章预计量末日。当时年纪还很小，完全不了解这些争论，只是这2年回看当时这篇文章，看到文章里之前的预测都是错的，包括2002年财富杂志鉴于他们的预测没有发生，不肯承认误判，还补了一刀，发表了一篇 Who Needs Hong Kong， 继续表达对香港的极度悲观。但无奈后面10几年的发展依然没有符合他的预测，现在又遇到这个已死争论。国安法之后，香港是否法治已死？之前国安法颁布的确对本地政治是打压的，毋庸置疑，包括前几天对区议会选举制度的修改，加入委任制，都是如此。但是不是法治已死？香港的司法制度再不可信赖，法庭再不独立，这还是没那么悲观的。大部分人还是在错误的思维中越走越狭窄，越想越极端。他们不理解的是，北京的目的并不是要摧毁香港，摧毁它的制度、它的经济，包括我都不觉得北京想摧毁香港的政治架构。但北京当时并不是那么刚性，不是完全不让步，所以也希望在他容忍下一步步，甚至是极小步伐往前走。但后来事与愿违，两边都不妥协，北京在被挑战下也越来越刚性，最后走到反送中，走到国安法。中央的目的是否真要摧毁香港的社会基石？我并不这么看。香港相对中国大陆的制度优势非常明显，北京非常清楚，否则不会保持一国两制。因此，中央只希望解决它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国安。涉及国安，涉及颠覆式的反对性政治，北京会非常紧张，尤其是标志性的案件会高压处理。其实蔡玉玲案本来在香港本地有些 precedent 的意味，警方首次使用非法查阅牌资料对付记者，而且2审还判有罪。因此当时认为存在未来可能作为判例来作为打压记者问有。但现在终审法院推翻前审的判决，说明香港的法院系统并没有被政治化，尤其是在非典型的国安案件上，蔡玉玲案并没有以国安法起诉，没有被完全政治化，至少目前还没有。否则按照国安法、委任国安法官等各种形式，北京都能使案件延续2审判决。即使港府一直表中很积极，但显然现在北京并没有施加某种影响。这也能透视终审法院还是保持了其独立性，说明香港司法系统尚存完好，除了个别典型国安案件，其他都依然保持法律专业性。再看看一些关键性国安案件，黎智英案、47人初选案，警方已将他们关押了2年多之久，但至今还在庭审阶段，说明中央似乎还在犹豫。即使已经有国安法这个尚方宝剑在手，如何判决也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，但中央似乎不希望完全大石砸死蟹，一锤子按国安法判下去，说明北京还在想通过一个比较体面、吃相不那么难看的方式，在尽量不让国际社会太过诟病的情况下，国安法与香港普通法完全不匹配，执行起来将出来很多法律上的破绽，审理这几件典型案例。所以蔡玉玲案终审胜诉，可能也说明中央也不希望再把形象搞得更坏，能放一把放一把，尤其是对一些非重要目标。黎智英是没办法了，7个重量级的如戴耀廷之类的也基本没戏了，重判应该是肯定的。
但其他莫那么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否能有一些被软处理、轻量刑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。近50个人都重判，对北京的国际形象会带来多大损失，可想而知。让他们的判决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，其实对中央来讲是毫不值得的，想必北京也能看得清楚。香港现在正是在恢复形象之际，包括中国自己的外交形象也在努力修复。所以中央在这些案件上有多铁拳，还有待观察。我并不认为香港法治已死，即使47人都重判，也将是特例，判完也会阶段性告一段落。足球巨星抵达中国参加友谊赛，梅西狂热席卷北京。南华早报，阿根廷世界著名的10号球员莱昂内尔·梅西 （Lionel Messi） 职业生涯第7次抵达北京，受到了数百名忠实球迷的热烈欢迎。国家足球队在去年12月与法国队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决赛后，赢得了世界杯，并将在6月15日与澳大利亚队进行3年来的首场比赛。COVID-19 大流行导致全面禁止国际体育赛事，并看到世界各地的体育场空无一人，比赛取消。两国之间的比赛是2018年世界杯16强比赛的重演，当时阿根廷以2-1获胜。梅西本人将在6月19日阿根廷队在雅加达迎战印度尼西亚队时参加另一场友谊赛。他的到来让微博社交网络上的许多人兴奋不已，而人群中的球迷表示他们仍然沉浸在国家队上一场胜利的情绪中。调查中国干预大选的加拿大官员突然辞职。英国广播公司，加拿大官员戴维·约翰斯顿 （David Johnston） 于3月被任命调查有关中国干预2019年和2021年选举的指控，他已辞职，理由是遭到反对党的批评。约翰斯顿因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·特鲁多的私人关系而被指控有偏见，他与特鲁多有一处度假屋。约翰斯顿建议举行听证会，而不是对干扰指控进行公开调查。这些指控主要源于加拿大媒体关于泄露情报的报道。中国一再否认这些说法，并在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后指责加拿大诽谤。OpenAI 首席执行官呼吁中国帮助制定人工智能安全指南。彭博社，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·奥特曼 Sam Altman 在周六北京会议上发表的评论中表示，中国在制定人工智能监管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，以确保变革系统的安全。Altman 的公司于2020年在中国推出了 ChatGPT， 激发了中国人对该技术潜力的极大兴趣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监管框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，各国政府往往在监管标准上存在分歧。随着技能和投资在中国和硅谷的积累，像奥特曼这样的领先思想家认为需要共同努力。中国股市暴跌 1.5 万亿美元后，多头按下重启键。彭博社，高盛、野村控股和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已将不同时期的 MSCI 中国指数目标下调至少 11%， 表明该指数将难以重回1月份的高位。此次重新调整是在多个数据失误之后进行的，这些数据让人对经济复苏、美国紧张局势和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不利的刺激措施产生怀疑。尽管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维持增持建议，但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和景顺资产管理尽管估值颇具吸引力，但仍不愿投资。与此同时，法国兴业银行的亚洲股票策略主管表示，它可能会出现反弹。随着美国风险基金撤出中国科技初创企业，红杉中国分家单干。南华早报，风险投资巨头红杉资本已将其中国业务与其美国母公司分开，创建了红杉。此举被描述为美中中介机构终结的开始。这一发展是两个经济体脱钩的新迹象，是红杉全球重组的一部分。红杉资本还将以 Peak 15 Partners 的名义使其印度和东南亚业务独立。红杉中国成立于2005年，并迅速成为中国卓越的风险投资家，支持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顶级互联网公司。2010年，他是外卖平台美团的 A 轮融资的唯一投资者，向创始人王兴提供2000万美元，并帮助其赢得了残酷的价格战。红杉资本的中国业务在其网站上列出了大约42名董事总经理、合伙人和高级管理人员，他们都是中国人。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、分析和政策简报。我们的团队汇总、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，包括媒体、智库、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。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，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。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，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。访问我们的网站，
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。3w.6dubrief.com